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腿是人类行走的最重要的部位，一个人的运势可以从他的腿型中窥探一二。腿型的好坏与这个人的运势好坏有一定的关联。拥有一双好看美观的腿，不仅代表着走好路，也代表着在人生运势上越走越顺。现在大佬带大家分析一下如何从腿型看一个人的运势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。一、腿型过于瘦削。腿部支撑着人的上身，如果一个人的腿型过于瘦削的话，尤其是小腿，这种腿型也称笔杆腿，代表着下盘不稳。这种人看上去轻飘飘的，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这种腿型的人一般睡眠质量不是很好，精神状态比较差，性格方面也非常的孤僻，特别的不合群。感情方面也是飘忽不定，事业不稳定。萝卜腿，所谓的萝卜腿指的是脚脖子非常细，但是小腿的腿肚子却比较粗，看上去就像萝卜一样，上粗下细。长有这种腿型的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，看上去非常的机灵，但大多都是小聪明，思考力不足，考虑事情也比较简单，经常容易做一些无用功的事情，一生比较的辛苦。不过凭借自己的勤劳，往往也能获得不错的收获。而且这种人对待感情大多非常的认真而执着，懂得关心和体贴对方，付出不求回报，婚姻比较稳定。X 型腿，如果一个人的膝盖部位外翻，双腿之间合不拢的话，这种腿型也称为 X 型腿。长有这种腿型的人一般性情比较的开朗，做事也非常认真，但是承受力比较差，属于一种典型的漏财腿型，一生劳碌辛苦，福气浅薄，容易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。对待感情方面神经非常的敏感，也特别的小心眼，属于非常冷漠的类型，感情运势不佳。O 型腿，所谓 O 型腿指的是膝盖向内翻，两脚并拢时，双腿之间的缝隙非常大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写的 O 一样。长有这种腿型的人一般心思非常的细腻，性格也比较的内敛，不喜欢与人交流，也不喜欢主动与人交往，性情比较孤僻，不容易亲近，而且抗压能力比较差，遇事喜欢放在心上，特别的爱抱怨，整体运势不佳。腿型纤细，现代的人都是以瘦为美，至于健不健康，标不标准，很多人却不是很在意，尤其是对女人来说，如果腿型过于纤细的话，看着固然很美，但是过细的话代表着营养不够，根基也会比较的薄弱，走起路来都有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，每日奔走匆忙，但自身发展的上限不高，一生辛苦，而且感情方面也是反复不定，很难安定。腿型过于肥胖，如果一个人的双腿过于肥胖的话，在行动比较迟缓，另外也缺美感，容易影响到自身的自信心。长有这种腿相的人，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刚直爽朗，不过自我控制力比较差，贪图享乐和口实之欲，生活状态也比较懒散，做事喜欢拖延，异性缘比较的差，感情运势不好，不胖不瘦，大腿小腿匀称。如果一个人的腿型长得不胖不瘦，大腿和小腿看上去粗细均匀的话，整个身形看上去比较和谐，走路也比较的稳当，身体素质也比较好，很少遭遇疾病的困扰，而且性格平和温顺，做事稳重大方，认真而负责，事业发展平稳，而且也能收获到好的姻缘。对待感情也比较的专一和忠诚，家庭和谐而幸福。除了可以从腿型了解一个人的运势外，我们还可以通过腿上不同位置的痣了解一个人的命运。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吧。安定痣，这颗痣长在左腿外侧，大腿和臀部的连接处，腿为人行走之用，
此志名为安定。顾名思义，长有此志的人，无论男女，代表着外出办事比较的顺利，在家里则可以衣食无忧，一生平稳而安定，生活比较的幸福。平顺志，同样的位置，不过这颗痣长在右腿上，左为安定，右为平顺。这颗痣不算好也不算坏，属于一颗中性痣。长有此痣的人在事业方面很难取得太高的成就和发展，但好在一生平稳上升，即使不能大富大贵，但小康无虞，也非常的让人羡慕。带刀痣，这颗痣长在安定痣下方半寸左右的位置，刀为凶器，带刀就是带着凶意的意思。所谓的带刀痣，指的是长有此痣的人，女孩子大多较为豪爽大方，性格方面比较的男性化，而男孩子则喜欢好勇斗狠，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外边，总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。如果从小不好管教的话，长大后肯定会惹下许多的大麻烦。为杀痣，这颗痣长在右膝盖的外侧，在相学中属于一颗凶痣。长有此痣的人身边小人较多，容易遭到他人的算计和陷害，而且经常还会遇到一些突然到来的意外状况，轻则损财，重则伤身。南行痣，这颗痣长在左膝下半寸的地方，所谓南行的意思就是艰难远行。长有此痣的人，不论男女，是不太是远离家乡去往外地发展的，在家的周边还有亲朋帮助，一旦远行则举目无缘。如果非常贸然远行的话，不仅不会有太好的发展，反而会四处碰壁，阻碍重重。五府痣，这颗痣长在左边和右边的膝盖上方，长有此痣的人，不论男女，一般财运很好。这种人一般天生具有一种非常强的理财能力和天赋，收入和积蓄都非常的不错，一生不用为金钱发愁。男人长有此痣的话，财运会更好一些。不过，如果这颗痣长在女人的右膝盖位置的话，则对婚姻有一些影响，需要晚一些结婚才能更加幸福。波折痣，这颗痣长在左侧小腿的中间部位，听名字就能够知道，长有此痣的话，不论男女，一生大多较为的波折和动荡，坎坷较多，凡是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从来不可能轻轻松松地获取到，缺乏贵人的相助，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争取到，目标感非常的强，考验与机会并重，要么成为人上人，要么就会破罐子破摔。坎坷痣，这颗痣长在左脚踝上半寸的位置，属于一颗凶痣。长有此痣的话，不论男女，大多一生非常的艰难和辛苦，事业发展不顺，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出几倍的心力才能够成功，考验多于机遇。如果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态的话，容易自暴自弃，一生平庸。容源痣，这颗痣长在左脚或右脚踝上，脚踝长痣皆为凶痣。长有此痣的人注定一生劳碌而奔波，年轻时为事业和生活奔波不停，中晚年是为子女操劳不断，缺少贵人相助，身心俱疲，一生辛苦而劳累，晚年也没什么福气。按剑痣，这颗痣位于右腿平顺痣的稍下方半寸左右的位置。长有此痣的人，小人运横行，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，容易遭人妒忌，时常会在背后遭到别人的诋毁和陷害，使得事业受到阻碍，生活受到影响。平时为人处事方面，凡事需要与人为善，多交良友，这样遇到困难时，他们才会出手帮你渡过难关。戊时痣，这颗痣长在右大腿的外侧，就在按键痣下方半寸的位置。长有此痣的人一般做事非常的踏实认真，不喜欢胡思乱想，态度非常的端正，不喜欢在那患得患失，
凡是喜欢脚踏实地，属于那种特别务实的人，行动力比较强，是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。叠栽痣，这颗痣长在左腿膝盖的偏左的侧面，也是一颗凶痣。古书上这样介绍，说长有此痣的人走平路都容易摔跤，喝凉水都容易塞牙。总之一句话，这颗痣就代表着挫折和磨难。长有此痣的人一生必定会多灾多难，所以无论做什么都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，小心小心再小心。中国古代面相算命之说由来已久，面相是一种透过观看面部特征的方式来论命的民间学问。常言道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好的面相自然能让人有好福气、好运气，反之败相的话，自然会把运气给赶跑了。那什么是败相呢？大佬今天就来分享一些败相的特征，希望你一个都没中。1. 头小。所谓头小，也是相对于头部和身体的比例来说的。如果一个人的身子长得较为宽大，头比较小，整个身体的比例看上去不是很匀称的话，男人如此则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，但是婚后会对妻子的运势造成一定的阻碍。而女人如此的话，自身事业发展不错，个性比较强，容易对丈夫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影响。男子仿父，女子仿夫，家中容易出现一强一弱的现象，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够和谐和顺利。脸小，额头窄。而脸小则是相对于整个头部而言，如果头部长得较大，但是脸型较小，额头尖窄的话，整个脸型看上去就会显得单薄无视。首先来说，这种人一般家世和出身一般，很难得到来自于家中的扶持和帮助，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打拼。很早的时候便不得不进入社会闯荡，而且智慧有限，考虑问题不是很全面，想要获得成功，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出很多的辛劳才可。眼睛小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、心理和交际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睛长得狭窄而窄小的，这种人一般小聪明比较多，但是缺乏大智慧，考虑问题时目光也比较短浅，只注重眼前的理智，不注重长期的发展和效益，容易因小失大，经常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与他人发生矛盾，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，人缘比较差，经常容易得罪人，而且喜欢一意孤行，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，所以遇到困难时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。耳朵小。耳朵在面相学为肾之外窍，主一个人的寿命、健康、智商和福气。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较为薄小，没有耳垂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肾气不足，身体健康状况欠佳，容易受到疾病困扰，而且智商不高，心性不够坚韧，做事缺乏坚持，思考力和判断力都比较差，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就会显得焦头烂额，不够冷静和理智，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小气，所以一生劳碌辛苦，却难有作为，寿命难长。鼻子小。鼻子在相学中也称财帛宫，主管着一个人的财运、财库、财路和蓄财力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较小，或者鼻翼偏小无视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小心和谨慎，对自己缺乏自信，缺乏决断力和魄力，遇事总是畏首畏尾，容易错失很多的机遇，而且理财能力比较差，挣钱比较困难，即使能挣得一些钱财，最后也很难守住，一生的事业财运和仕途运不佳，难有什么大的成就。嘴巴小。嘴巴是一个人说话吃饭的重要部位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表达交际能力和享受欲。
在相学中称为出纳宫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对待金钱的态度和钱财进出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较小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的内向和保守，做事谨慎小心，缺乏气度和勇气，遇到困难就容易不知所措，个性方面也比较孤傲，有着很强的自我优越感，人际关系不是很好，花钱时大手大脚，不知道节俭，也没有储蓄和理财的观念，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，与大富贵无缘。鼻梁骨突出，鼻梁为极恶宫，代表一个人的自尊自信。面相学中认为，如果一个人的鼻梁骨突出，则说明其人是天生反骨。鼻梁骨比较突出的人太过于狂妄自大，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就算别人是为他们好，提一些建议或意见都不会听进去。这种人最擅长的一条路走到黑，别人的劝诫他不在意，等到最后孤立无援的时候，也没有人会伸出手帮忙。眉毛杂乱，若是一个人的眉毛稀疏杂乱，则说明其人的心思很重。面相学中认为，眉乱则心乱，这种眉相的人猜忌心重，对别人都比较不信任，只相信自己，不会轻易去接受别人对他的好，还会怀疑他们另有所图。他们这样的想法不仅寒了别人的心，也绝了自己的路。当靠一个人去闯荡，最后什么都干不成事儿，还会给自己惹一身麻烦。腮骨外凸，若是一个人两腮无肉，这样就会显得腮骨比较突出，而腮骨比较大的人野心强，欲望大。他们这种人的欲望往往体现在生活方面，喜欢吃喝享乐，说好听点是懂得享受生活，说难听点就是混吃等死。就算他们能从家里得到丰厚的财产，也会随着自己的挥霍无度而坐吃山空，到最后生活会过得很不如意，生活拮据困难。即使这样，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有错，而是会责怪身边的人。胡须过硬，不管男女，胡须过分旺盛，过于蓬乱，都不是好事。男人胡须过分旺盛，毛发过粗过硬，容易性情粗暴，像李逵、张飞一样性情极端，酒后闹事，克妻克财。女人胡须旺盛比较明显，包括体毛粗黑而硬，明显的阳性过激，容易性情极端，克夫之命，家庭很难和谐。眼睛无神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其人心里最真实的情感。若是一个人的眼睛大而有神，清澈明亮，并且黑白分明，那么这种人一定是心地善良，为人正直。但如果眼睛无神，眼神游离不定，看起来给人一种精神不振的感觉，说明这种人缺乏自信，没有主见，很难获得一定的成就，无法积累金钱，即使通过加倍的努力获得一些财产，也会因为一些原因白白流失，生活过得比较穷困潦倒，久而久之也会丧失对生活的信心。有以上特征的人，通常运势都不是特别好，但并不是决定的。如果通过后天的努力，也能改变这一情况。像有吉痣和凶痣之分，而痣长在身体的不同部位，所反映的个人运势也不同。你知道你身上的痣有什么意义吗？对你来说是好运还是霉运呢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5颗暴富痣和5颗穷痣，看看你的是哪一种。1. 太阳穴有痣。太阳穴部位在相学中也称为驿马宫，代表着一个人外出时的事业运和工作状况。如果太阳穴部位长得饱满丰隆，气色红润，且长有一颗外形较好、色黑形圆个小的极痣的话，代表着一个人非常的适合离开家乡去外地发展。正所谓不动则死，动则生。这种人一般工作运比较出色，行动力非常强，容易发现和把握住很多的机遇，从而获得高额的财富收入。2. 上眼皮有痣。
眼皮即是眉毛和眼睛之间的部位，在相学中也称为田宅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田产、房屋等不动产状况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家庭关系。如果一个人的上眼皮部位长有一颗小而黑亮的旗帜的话，代表着一般性情非常的忠厚老实，做事踏实而认真，而且祖运较好，能够继承祖辈留下的财产，命中贵人运较好，也容易得到贵人的提携和帮助，事业和财运发展顺利，一生不用为金钱发愁。3. 鼻头有痣。鼻子在相学中称为财帛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。鼻梁代表正财，鼻头代表偏财。如果一个人的鼻梁挺直且鼻头饱满有肉，还长有一颗形状非常小，看上去又不太明显的黑痣的话，代表着偏财运非常好。这种人往往有着很强的投资理财天赋，对于金钱的管控能力比较强，很有经商方面的天赋，偏财运非常好，经常会有一些意外之财入账，而且守财能力非常强，善于积累财富，但是感情方面却容易出现变故。4. 印堂有痣。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在相学中也称命宫或事业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命运变化和事业变动。如果印堂处饱满光洁，且长有一颗颜色呈赤红色的极痣的话，这个痣在相学中也称为双龙抢珠。长有此痣的人一般性格比较深沉，平时话不太多，不太善于交际，但是头脑聪明，善于谋划，做事很有规划。年轻时可能事业发展平平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个人魅力开始慢慢显现，事业和财运发展非常快，但是感情方面容易出现问题。5. 左下巴有极痣。下巴在相学中也称为地库和奴仆宫之所在，有着左财右权的说法。左边的下巴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，右边的下巴代表着权势和地位。如果一个人左下巴部位长有极痣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数头脑聪慧，做事稳重大方，而且心胸开阔，富有包容之心，很有责任心和担当。身边的朋友缘和贵人运非常好，身边有很多的好帮手，能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，事业平顺，一生大吉大利，蓄财能力非常强。说完了5颗暴富痣，接下来我们来讲身体的5颗穷痣，如果有的话建议点掉哦。1. 颧骨代表着人的权力地位，在面相学中被称为是权力之骨，也能体现一个人的野心欲望。若是一个人的颧骨高并且饱满有肉的加持，则说明其人在社会或者事业上有比较高的地位。但如果一个男人的颧骨上长痣，那么便会阻碍他们的发展，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遇到的坎坷比较多。这种男人为人比较自大、自私自利，不会尊重他人，会直截了当地指出领导错的方面，让别人尴尬下不来台。这种人自然是会被上司膈应，不得重用，难以往高位爬，并且还有可能被别人挤压，甚至丢失工作，生活过得并不如意。2. 眼角到发际线的部位是太阳穴，在面相学中也被称为夫妻宫，若是此处长痣，则被称为泪痣，大多数与感情方面的发展状况有关。男人的眼角上有泪痣，则说明其人的感情上比较花心，对待情感不认真，即使在婚后有了伴侣，也会与其他异性勾勾搭搭，暧昧不清，不会成为一个好丈夫。女人眼角的泪痣是克夫痣，不仅自己事业方面发展不顺利，也会给丈夫带来负面的影响，生活无法得到保障。3. 印堂在相学中被称为命宫，也叫事业宫，是一个人越是变化的体现之处。若是印堂处有什么变化，则说明其人的命运也会有所改变。而印堂上长痣大部分为凶痣，代表情人，
一生中的运势不平，无论做什么事儿都难以成功，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和困难，并且大多有破财之兆，可能会因为事业的破败带来财运上的波折，或是因为身体健康发生变化，导致积蓄一下子变少。此处长痣必须把它去掉，以免带来更多的不良影响。4. 山根。山根位于印堂之下，而此处长痣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凶痣。山根上的痣影响的是人事业的发展，一般有这种志向的人，无论在工作中怎样努力，都很难得到良好的回报，有时甚至会被别人抢了功劳。他们在同事之中不出众，所以得不到上司的赏识，并且一生多做无用功，天生苦命，一辈子碌碌无为。5. 在相学当中，鼻子主财，而鼻头与鼻翼合称为财帛宫，鼻翼为财库。若是在鼻翼的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就像是在钱袋子上面有一个大窟窿，就算是挣再多的钱，自己也存不住。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破财严重，很难会有好的发展，甚至连自己的温饱都得不到解决。在生活中总是不乏这样的人，年轻时风光无限，常常走好运，结果到了老年孤苦可怜，晚景堪忧。而与之相反，年轻时辛苦奔波，整天劳碌，到了晚年儿孙满堂，子孙孝顺，幸福圆满。曾经有位作家这样说过，年轻的时候不流汗水，那么年老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眼泪。所以人生再风光，不如年老享清福。那么从志向角度分析，身上哪些地方长痣越老越富贵呢？下面大佬给大家讲一讲。1. 下巴长痣。下巴在面相学中也称为地格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子孙运、福禄运和晚年运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饱满圆润或者方阔有肉的话，这种人晚福较重，晚年的生活比较幸福。若是这种下巴再长有一颗亮黑小圆的极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做事踏实认真，头脑也非常的聪明，很有创业和经商方面的天赋，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能力非常强，能够攒下很多的不动产，晚年有福又有钱。2. 额头中央上方长痣。额头的正中部位在相学中称为天中，也称为官禄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状况、祖业根基和一生的福禄状况。若是天庭部位长得饱满光洁，且正中央的稍上方长有极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聪明，目光长远，属于心智非常成熟的一类人，考虑问题比较全面，也善于处理与长辈或上司的关系，祖业殷实，既能得到家中的帮助，也能靠自己的努力开疆拓土，事业财运都比较出色，一生享不尽的福禄。3. 膝盖后窝长痣。腿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行动力和忍耐力，而膝盖则代表着一个人的责任心。如果右膝盖长痣的话，异性缘比较差，容易晚婚，婚后生活非常辛苦。左膝盖长痣则代表着工作能力强，人际关系好，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。若是膝盖后窝长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做事非常踏实，而且聪明好学，理财能力非常强，年轻时便能挣下丰厚的钱财，子孙运较好，晚年富贵又幸福，一生不为钱发愁。4. 背部正中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背后代表着一个人的责任担当以及承受能力，所以背部的痣大多为吉痣。如果一个人的后背正中央位置长痣的话，这颗痣也称为福如东海痣。长有此痣的人不仅富贵，而且还可以长寿。这种人一般心态乐观积极，做事认真踏实，忍耐力极强，也有着很强的责任心。从小可以得到家中的庇护，长大后可以得到贵人的相助，事业上定能有所成就，晚年能享儿女福，一生富贵。5. 肚脐后方长痣。肚脐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健康、聪明智慧和事业财运。如果一个人的肚脐正对着的后腰位置长痣的话，这颗痣也称腰缠万贯痣。长有此痣的人大多智慧较高，行动力比较强，做事精力非常旺盛，
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，心智方面比较成熟，而且内心善良，乐于帮助他人，人缘非常好，一生妻贤子孝，容易获得不错的收入，也容易得到他人的尊重，越来越有福。6. 小腹有痣。小腹即是肚脐的稍下方部位，如果一个人的小腹部位长痣的话，这颗痣属于一颗典型的福痣。长有此痣的人一生很有福气，赚钱能力也比较强，不愁吃穿，也不缺钱花。另外，这颗痣也为一颗桃花痣，长有此痣的人一般桃花运非常好，很受异性欢迎。这种人性格也非常开朗，是大家眼中的开心果，能够给身边的朋友带来快乐。事业上遇到困难时，常有朋友相助，婚姻幸福，家庭和谐，一生富贵健康。7. 大腿有痣。大腿即是膝关节与胯部的正中位置，如果此处长痣的话，是福气和富贵的象征。如果是大腿外侧长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聪明，而且做事踏实认真，非常勤劳，性情稳重大方，给人一种很强的可信赖感和安全感。即使出身比较贫困，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快速发家致富，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。大腿内侧长痣的话，代表着子女运较好，往往晚年时能够享受到儿女的福气。8. 耳垂有痣。耳朵在相学中为肾之外窍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商、福气和财运。如果一个人耳垂部位长痣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天生内心非常纯良，在待人处事方面真诚而大方，而且智商和情商都比较高，考虑事情非常理性和全面，人缘非常好，朋友也比较多，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，财运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好，日子越过越富。而且这种人一般肾气充足，精力旺盛，生命力比较顽强，身体比较健康，一生富贵而长寿。9. 脖子后有痣。脖子的后方部位在相学中也为人的靠山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行事作风、工作能力和感情运势。如果脖子后方长痣的话，这颗痣在相学中也称为屋下藏金。这种人一般个性非常低调内敛，不喜欢炫耀，做事非常踏实，内心比较平实，工作能力非常强，也很有经商方面的天赋，即使有钱也不喜欢露富。虽然前半生可能会非常忙碌和辛苦，但是中年以后积蓄钱财的能力强劲，能够积攒下万贯家产，越老越有福气。10. 后腰有痣。腰部在相学中代表着财运，故而古语中经常用腰缠万贯来形容一个人非常有钱。如果一个人的后腰处长有形状圆润、色泽明亮的极痣的话，代表着一生顺利之意。长有此痣的人大多性格纯良，待人处事方面热心而真诚，乐于助人，脾气非常好，还很会说话，与周围人的关系比较和谐，人缘非常好，桃花运也比较旺盛，很受异性的喜欢。一生财运亨通，子女长大有出息，年龄越大，福气和财气越厚重。11. 脖子右前侧有痣。脖子为连接身体和脑袋的连接处，上承智慧，下接体魄，对一个人的命运有着很重要的影响。因此古代形容某些地方的重要性的时候，都会用咽喉要地这个词。脖子主财运，如果一个人的脖子右前方长痣的话，这颗痣主富。这种人一般目光长远，善于发现和把握机遇，而且头脑聪明，善于利用自身的长处和优势，对外沟通能力也比较强，善于借势，挣钱能力比较强，一生财富满满，必定能够大富大贵。12. 肚脐上下有痣。肚脐为婴儿还在母胎时汲取营养的纽带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、财运和健康。如果一个人的肚脐上方或下方1指宽左右位置长痣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头脑非常聪慧灵活，反应能力比较快，做事圆滑，懂得变通，学习能力也非常强，为人特别有才华，个人能力十分出色，在事业上往往能够崭露头角。
女人有此志，易嫁贵夫；男人有此志，易发大财。婚姻事业两不误，越老越富贵。人一生的运势好坏是需要综合分析的，其中包括很多方面，不必只看重志向，只将其作为一个生活的参考就好了。如果因为某颗痣的好坏而打乱了日常的生活，便有点得不偿失了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，好的志向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。要实现自己的梦想，终究靠自己打拼，并不是你拥有好的志向就一定会怎样，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